欢迎顾问还有姚如来，谢谢。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座谈会了啊！谢谢，感恩本尊。所有同道，大家午安。我们今天真的大家都跟我心情一样，很高兴能听这个陈信尧跟介林夫妇来为我们介绍本尊的照片真实意。然后现在所讲出来的，其实也是部分的内容，因为它的内容是无限。但是我们能听到目前的，都已经超越以前我们所认知很久。因为这个眉心如意珠、春点、明点、滚打力明点、咸珠，其实是同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在各种宗派，能看到明点、滚打力明点，或是春点，或是咸珠，就代表得道。就是说，你的意识跟法性已经连接到一个程度，才会有这颗珠出现。所以在以前宗教上的认知，认为这样就是顶点，就成道了。我们今天很荣幸，就是说可以再进一步，而且有实证。所谓实证，就是照片照出来明明白白，然后一个过程一个过程，给我们去了解其中的内容。我们今天本尊这些照片那么多，几十万张。大家看了好像就说没什么没什么，我常常在想，如果像现在我们智慧型手机只有一支的时候，它的价值可能要几亿才做得出来。它普遍化以后，大家人手一机，好像就不感觉说它的重要性。那本尊的慈悲心就是说，他所拥有的东西都希望大家可以拥有，因为大家有本体。大家都有法性，然后法性它展现的时候，都有一段一段的过程。我们现在在听本尊的开示，在讲你的法性的种种功能，不是现在才讲。我们在碟片里面从以前到现在，本尊都是尝试着在带动我们，但是我们可能没办法深入。比如说，在自性法身的时候，有一个同道，他出离了。那出离看这个肉身，这个法身说这个肉身只是为了一口饭。那时候本尊就用他的自性光明，把它导引出来，他的分身就是他的自见其身。那时候还没有叫自见其身。他导引出来的时候，就是你的自性光明出来，他就一个光的形状的你。然后可以具体化，就像你肉身最年轻、最好看的样子出现，那本尊再把它化为光，然后回到自身。所以这个过程在碟片里面很早，本尊都尝试着引导我们可以进入那个状态，但是没有的时候，本尊又跳回去，从理论再开始讲。那现在有很多同道可以自见其身。那真的，我们在回想，我们到新加坡去见本尊的时候，你还没有自见其身，但是本尊都先帮你安眼光。那时候安眼光最主要目的就是给我们去体证我们自己的自见其身。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好像说，他没有接受到，没有接受到就是不够珍惜，所以不够珍惜就好像有也好，没有也好。还没有实际到体证，你自己有一个涅槃法界，所以涅槃法界就是人间净土，你自己达到能创造自己的法界身哦。所以法界身就有法身所展演出来的法界身，就是净土，也是涅槃。你能把这个净土建构完整的时候，你就会很肯定的，就是说，你不怕。这个肉身没有了，因为你随时你可以转移
到你自己的法界安住在里面。那还有肉身，就可以去享受你自己法界的功能。那很多同道会说，我没看到，但是本尊的话里面含有真理，所有人的本体它是平等，所以叫无上正等正觉。只有本体显化的时候，它的功能才会完全展现。但是没有的时候，能听进去而且肯定的，那绝对是你的法性给你肯定。很多人看到相，他不晓得相怎么来，相就是由光而成。你能看到相是由光而成，我们这个肉体的眼睛能看到这些东西，看到各位是由光线而成。但是我们自己法界里面的东西，就是法性光所成，就是大日在照明，法性呈现出来，所以你能看到。有的时候我看不清楚，你不要去想不清楚的，你去肯定所有同道在战役清楚的部分。你最不熟悉的，你不要去练，这不是靠练，你就去看你最熟悉的东西，而且看到能具体实体，而且能出我们在讲的六相，就是说完全体会的滚瓜烂熟的时候，也回到把这六相带回你的法身，就是你的自见其身，它所展现出来会更广大。然后现在本尊所带动的这些漩涡光、法轮背光、第一颗珠啊，种种的这些在协助我们进一步的把自己的法界拓开来，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给我们去体会释迦佛他所体会的哦，他可以创造自己的极乐世界，我们也可以创造自己的法界宫。之前本尊在带动唯心净土，有同道摄受到唯心净土，它就是一个很广大的天光光，像屋顶一样，无边无际。这个唯心净土，我们可以去把一些名词用进去的话，你就会了解何为无何有之乡，广成子的无穷之门啊，就是说，他在这个法界里面所表达出来，它没有门，但是你想进去，它就是一个门，就是一个法界。它所展演出来的，你要阳世的，哇，它呈现阳世的；你要中世的，你要哪一种的，它全部有。所以在这个唯心净土里面，包含所有法界都在其中。只要能进去一个，你就可以进去无限个，你就体会到生命的真实意义。所以我们是很有幸运，很幸运，还可以留在这边哦，我们才可以听到本尊他要告诉我们的真实，可以实证的。我常讲就是我们是生命科学，所以科学就是我们真实永恒的生命可以实证出来。现在很多人他都看到，但是你看说你有照相照到吗？哦，这差别很大。所以他看到是他的意识变现，每一个人都可以，本来就可以。我们都知道早期很多人在拜一张照片，观音骑龙的照片。这观音骑龙是日本盐田直次郎啊，他绘画出来的。但是有的人说，我拜他很有灵验，我拜他，他会下来，会跟他交谈。如果没有本尊的出现，我们可能都在那个阶段认为说，你跟观音太有缘了。你所变现所看到的，就是你的本体，它所变化出来。所以本尊把它拉到每一个人本体有很多的功能。我们在讲心活众生没有差别，在讲的是我们的本体。啊，本体有时候它展现了，你也不知道，所以变成向外，会离本体越来越远。而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有本心有本体，守住它，无限的功能都可以从我们的自心展现出来。这个是
可以包含所有宗教、所有哲学、所有在探讨神秘科学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指引方向。所以阿瑶介绍的这些照片，可能大家会有很多疑问哦，可以来问阿瑶，我相信他也会不吝所知来告诉大家。好，感恩本尊大光体。有没有谁要讲什么，或者是聊什么都可以啊？刚好给我喘口气，喝个茶，对不对？对啊，哎，好。感恩本尊啊，我要请问啊，这个因为我们看 DVD 看那么久啊，就包括后面这从大道时以来都了解，最主要讲的意识流，所以我要请问说，可不可以讲述意识流？什么是意识流？意识流是怎么形成的？意识流有什么功能啊？再回归整个意识流这个从开始到结束这种啊，那请示更分享给我们大家都更有了解。好，谢谢，感恩本尊，也谢谢。那我先讲，我先讲。那个，谢谢万利副主任的这个讨论，就当做一个主题，因为基本上，说实话，意识流这个词啊，在西方它是心理学的名称。那可是本尊在早期在滨江街就常常用这个词，但是我们其实听不太懂，我们就以为意识流就等于意识，一直到大道之行开始之后，本尊才开始正式把意识流给一个比较明确的作用跟形成。就是说，刚刚那个照片里面，其实那些字都是本尊写的哦。那应该这样讲，本尊念，然后我们抄笔记写，然后之后再给本尊看，错字我们有修正掉。所以意识流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跟法性已经达到合一了，这个才形成意识流。就是好像说，举个例哦，我是意识，这个是法性啊，我要打电话过去没人接啊，通不了。那当一旦接通了，是不是等于这个流串起来了？就好像我们在看的那种管子，所以本尊不是说意识流就像一个管吗？就是你的意识跟法性达到串接的时候，这样子才形成意识流，不然流不过去。那我们一开始把意识，所以它跟心理学的意识流的解释不一样。心理学的意识流是把意识给分成说，我们有很深层的意识，一直到越来越表层。所以心理学里面认为，我们人所表达的种种，就像冰山一角一样，我们看得到的是冰山的上面的那个浮出水面的部分，但是实际上它底下有很复杂的情绪啊、性格什么生长环境，那个是心理学的分类。可是本尊在讲的意识流是，今天我们的意识体，可以借由我们的五官意识往法性去通去串，而且可以串起来就叫有流了嘛，就好像水沟一样，堵住就没有流嘛。那既然能够流，就代表它互通。所以为什么道教讲神通？通的意思就是你能够跟你里面的元神达到交流啊。那意识流指的是你的意识能不能跟法性达到合一汇流，就达到平行。所以这一次霍医师在意识流的这一篇问一句话，那个他不是有问说他们这一次来是在问本尊一个问题，当本尊说把这个光放出去，是你意识为载体，就是好像载体这本书一台车载的东西嘛，光为载体上面放意识，这样载出去呢？还是反过来是意识为载体，意识像一台车上面载着光把它载着放出去这样子本尊告诉他不是这样子运作，本尊直接告诉他说你要御思光，是达到直接合一，就是所谓的合一就是达到意识流啦，就是你的意识里面有法性的光，法性光的功能，那你的法性光就含有你的意识，它已经合一，所以为什么会达到合一？就是它达到流通。那因为我们的意识体它没有办法，比如说我们只剩阿赖耶识而已，它没有视觉。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得到东西、摸得到东西、听得到东西，是因为我们的肉身的健康程度来决定我们的这些五感，或者我们讲的六根，这五种知觉嘛。那这个意识流是能够用意识去串通法性的功能，所以为什么讲六根见性，或者是像那一集那个圣地亚哥来的那个黄君芳，他不是讲说他们以前都学都摄六根，就是真的是往里面的这个六根
从这个里面的六根去见法性，所以这个意识你能够跟我们的意识假设能够跟法性达到串通，就形成所谓的意识流。那在相的表达，或者是说在实证的表达，就如同刚刚照片本尊所呈现的。那为什么这些照片重要？我们也不是流于说什么好像崇拜照片或什么，而是这些照片是天部。本尊说，那是天部给本尊的认知，而且就是天部再让本尊看的。本尊说，相品其实是针对他自己要看。他说他没有想过会有一天会有人兴趣这个照片，所以其实那些照片的展现是天部要给本尊看的。譬如说，我刚刚有提到，当他达到天人合一的时候，马上旁边打金字，天人合一境界实证，是证明本尊有了天人合一啊。可是一般人。最近有些人可能误会，觉得天人合一好像差几块，然后好像还差了一大截什么的，那个其实是人的看法，因为那些都是你能够达到天人合一，是代表我们自己的肉身的意识跟法性已经衔接到非常完整了，天部都恭喜你，所以天部给你打一个字说天人合一境界实证，代表你证明到这个程度。那意识流就是当我们的意识跟法性已经凝结达到结晶，既然到做结晶，就代表它已经成实体了，所以就会变成一颗半透明的珠嘛。刚刚有解释为什么是半透明，因为它一半还有你的意识啊，一半是法性，法性清净无染嘛，另外一半是你的意识啊，所以那颗珠普通来讲是呈现半透明状态。我讲的是普通状态，但是如果今天你完全无染的那颗珠也可以变成全透明，全透明又拍不到，就是这样，就是表达就是刚好那个珠永远就是显得很有智慧，就是都是半透明，就是含有你的意识跟法性的结晶就形成意识流的珠，就是那一颗珠就代表你的意识流。那今天带动体会好了自己的法性所流身形成法身，独立于外。那独立于外都大家可以看自己的自见其身，独立于外的时候，这个意识流的珠。它含有你的意识，含有你的所有的感知都在里面，然后你就请它投入进去法身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你的法身开始也共享你的意识，你会觉得说，我在法身里面而且是有那个感知。所谓的本尊讲的那个感知，不是质感，反过来念就叫感知。所谓的感知要怎么讲给各位比较好理解？我简单比喻一下，就好像。用一个不精确的比喻，譬如说，假设你今天做梦譬如说像苏琼香老师，假设你今天做梦，梦到你是皇帝，假设我现在用假设的，不是做梦都不算。假设你今天你梦到你是皇帝，你是武则天，你会觉得我就是武则天，我就是随便喊就有那个奴仆啊、宫女啊、太监啊，就是愿意为我服务，我就觉得我就是这种东西就叫做感知啊，不是只是说我看到我是穿皇帝服。但是我知道，我只是带动自己是皇帝服，那个感知跟差几块还差一截，而是当你变成说，你觉得你是皇帝，带动自己是皇帝的时候，你觉得，我已经压根连我自己都觉得我就是皇帝，那个所有的东西的那个感知那个感受的所有的感官，包含你的立场、你的那个定位，你都觉得我就是那里了。所以法身如果投入进去，法身共享这个感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其实是法身了。甚至进一步，本尊讲的，它98%都在这里，都在那边了。肉身相对来讲只剩2%，那边比较真，所以才会有一句比真的还真。以前人家都会好奇什么叫做比真的还真，这句话听起来是谬论啊！什么叫做比真的还真？真的就是真的，什么叫比真的还真？可是实际上，就像比如说像新竹那张照片，那一张古夫金字塔，本尊说是最早的金字塔。那在这张照片里面，大家一定觉得金字塔比较真实啊，那个斗笠啊，跟本尊还有那个电话都已经相形失色了。那金字塔是实相出来的，可是它却比现场我们认定为真实的东西还真，所以它就是叫做比真的还真。那如果有这样子的程度，有这样的解脱境界，解脱境界就是一种很明显的感知的展现。你已经觉得说，我真的觉得天就是黑了，我甚至觉得好暗哦，然后甚至觉得真的是打从心里安静。这个安静前段会处于说因为我带动自己安静，然后成功了，还处于很棒很棒。另外一种是再进一步，我觉得就是这么安静了，这种安静已经
反过来再看这人世间，相形之下会发现说，哎，这人世间生灭，好像这个比较假哦。所以这个进去这个意识流的这个主轴就在表达这个。所以当意识流能够进入到法身，达到实体的时候，它就带有这个作用。所以本尊常常讲说，能够这个意识的这一颗珠啊，意识流这颗珠投入进去，这样形成一条线连线，就是所谓的生命线。那这也是本尊第一次在这后面这几片才第一次把它形容，把它讲出来。以往我们也不知道生命线是什么，也许在别的行业有不同的定义，但是本尊讲的意思就是因为你这个共享这条意识，这个意识流达到那个，但是却不是精神分裂，你那个意识达到共享，然后分化，可是却历历在目，非常的清楚，都很清澈。意识流又无比的清晰，不会觉得说哦好混乱哦，一下子觉得我分一个好像在马路边，一下子马路吵架，然后一下子人在里面喝茶，又要回答同道的，不会有这种人部的问题。所以刚刚那个万利副主任问的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意识流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自己自觉自悟、自证自明。但是这个意识等达到清楚的时候，投入到那个地方，甚至连感知，我还是。感知是量子力学的名词，但是本尊采用这个词写在《大道之行》这本书里面。我一开始也不太理解，后来认真去理解才知道说，它不只是质感而已。一开始我以为是质感的反过来写，不是，它表达是你的所有的感知、你的立场，甚至你真正就是觉得，就比如说，假设你今天做梦你还是学生，因为我常常梦到我还是学生时期啊，明天要考试了，怎么还没读书？当下我会忘了其他所有的事情啊，我都已经忘记说，我其实我都结过婚了，我都出社会，我都拿过退伍令了。可是你在那个场景下，你在那个状态下，你就是觉得你就是那样子啊。感知也是一样，你投入，譬如说你投入变成皇帝，你是内心觉得像皇帝般的喜悦，像皇帝般的拥有权力，拥有全世界。一件貂皮大衣，譬如说啊，像现在你像穿貂皮大衣，你不会觉得说我只是一件貂皮大衣包着，而是那种富贵感、那种温暖，甚至那种生命力，或者是穿起来的那种贵气，你是跟你的心意识是息息相连所表达出来的。所以这个意识流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是单纯说哎看那个桌底下看什么，那个是基本的初步的凸显，也就是在我们现有的环境。可以这样子绕，譬如说这个茶壶，同道也可以这样看，绕。那进一步把法身，因为我们有圆光，那把法身带动好之后，因为圆光它本身就含有这3个大光体的功能。哪一天意识流在动的时候，有摄受到漩涡光的功能，就可以在不同的时空。就我刚刚有介绍照片，那颗意识流的珠要搭配上漩涡光。才可以进到不同的时间空间，但是你会真的觉得我就是那一个场景、那一个时代的人的那种所有的东西。譬如说，本尊这次有跟那个李长老讲，约翰，然后跟那个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那个约旦河可以真的看得出来，那约旦河当时的那个河水的感觉，然后约旦河那边那种河流的感觉，然后天色的昏暗，那种黄沙滚滚，然后耶稣在河边受洗，然后突然天裂开，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同道跟我说，他当时就看到天裂开，然后念了一串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本尊就在现场讲一句啊，那不知道是希伯来文还是什么文，我们不知道，但是就那个，然后他就吓一跳，他正在疑惑说啊，奇怪怎么念这个啊？因为当时念的绝对不是中文啊。本尊说后来改成中文，我喜悦的爱子啊，然后所以天空那个声音就顺着本尊的话的带动。就听到我喜悦的爱子，然后就譬如说像现在新组的这个天花板不高嘛，譬如说这样看可以裂开，然后用意识流的眼睛看它是裂开的，然后飞出很多鸽子这样飞下来，然后鸽子这样子就这样停下来，有的还掉羽毛的都有，有没有这样飞下来？然后你看到你就觉得会心一笑你注意到那鸽子的眼睛跟它的嘴巴那种灵动，然后就很灵巧，动得很快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感知，你真的觉得鸽子飞过来了，这种东西是很跟我们的心相连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到最后本尊引用一句比真的还真，或者是心经后面所提到一句真实不虚，就是达到真的很实在。所以再反过来讲，那就为什么会叫做实相，因为它真的
体会到那个程度，就会发现说那个东西叫实相，这东西叫做色相，它会比这里还真实。我们会觉得我们肉身很真实，可是你留不到120年啊。可是那些东西100年、1000年都有可能，不是有可能就马上当下就是永恒，它是以不同的时空的运作在流行于这个平行宇宙。所以我大概就回答到这样子哈看怎样要讲什么都可以。好。非常谢谢。那请问一下，不管是线上或是在座的同道们有没有人呢要提问或者是互相探讨，或是要赞誉的都可以欢迎举手或开麦，谢谢。好，请琼香老师，谢谢。好，感恩本尊，感恩今天在场所有的同道钟总顾问，还有我们的副会长，还有陈信尧夫妻非常感恩。刚才信尧同道有讲一句说，意识流这个光珠呢，它的功能它需要搭配漩涡光它才有功能。那是不是这样子？刚我听到一句，是不是我听错了？我想请教这一句要怎么？是不是要先把漩涡光想出来？我不知道，不是说才有功能。我相信同道有听到，就是意识流的珠它本身就有功能，它就可以穿梭。譬如说，像现在这有一块黄色毛巾，你也可以你的意识流跑到里面啊。是。对啊，这个时候没有漩涡光的功能。对。可是如果说现在说什么，你说想要带动自己的意识流去看耶稣当时钉十字架，或者是耶稣出生的马槽，譬如说讲这样，你要看的是实况不是事变的，那个时候就需要有漩涡光，因为漩涡光它本身代表的，本尊有讲说，它把它粗略为2000层嘛，所以以前我们在滨江街不是常常讲说，本尊都会讲一句我的心有2000点，我的心有2000层，我们一直想说，本尊讲这个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都觉得他的心如大海，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后来本尊指的是漩涡光的那些线就是粗估大概2000多条线这样子，那你要每一条线跟线之间的缝隙，或每一条线它表达的是不同的时间空间。刚刚介林有跟我就是提醒，那越往外围越往天部，越往内圈越靠近人部，所以不同的时空都在里面。所以你的意识如果要真的是，我现在讲的是实况，要实况照见，或者是实况投入，我指的是实况就需要有漩涡光的功能，不是说意识流的珠没有漩涡光就没功能。意识流的珠本身就有功能，它就是你的意识跟法性功能的结晶体，它已经是成熟了才形成那一颗珠。只是说如果要穿越不同的时空，要那种现场看见，真的就要漩涡光。包含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本尊有在 DVD 讲一句，不要你可以模仿本尊带动人家，但是不要模仿本尊去照见人家祖先跟往生者，这就是这个原理。万一你莫名其妙的给你成功把人家的往生者给召唤来了，可是你没有办法配合漩涡光，你送不走他就被你召唤到这个地方，黏着你或黏着那一个人，或者是也不知道去哪里，那会变成一个大惨剧那就真的对吧？所以而且本尊把每次带动完都会用天掌或漩涡光把它送到法界嘛。那可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掌握这个功能，所以本尊特别强调就是这个时候就漩涡光的功能，因为唯有漩涡光才有办法送到不同宇宙的，应该到的地方，就是这样所以我这样回答可以谢谢。那就是说，我们跟漩涡光相应的话，我们就可以处理应该我们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元光本尊有讲，本尊安我们的元光都含有这3颗，或者是加照明镜总共4个。主要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光明体的功能，所以我们的元光本身还有这个功能。有时候它在展现的时候，元光产生功能的时候，那个摄受力有时候会把漩涡光给摄受来，那不是我们人去说漩涡光请你过来，对，或者是像本尊说改林周嘛过来，都不可能可是因为这不是我们能够喊得动，所以就变成是我们真的只能很尊重法身，或者是很重视，那我们的元光会产生一个。大家还记得一个词叫摄受力吗？对，那个摄受力就会随着你想要运用的，然后就把它摄受过来，就这样子。流落好，感恩本尊，感恩我们信仰同道详细的解说，感恩本尊。好谢谢琼香如来。好，那我们再请下一位，请大家把握时间我们呢真的很难得请大家多多举手。
本尊跟本尊大光体好，还有两位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同道的人好。因为刚才在讲这个意识的时候，又要连接那个，所以本尊在他讲得很清楚，我们意识是主体，那个法性是客体，因为我们意识发动了。比方说，我打电话给我的同学，居然我心想，不是。我有碰过这个状况，我想我那个同学，结果呢，我那个同学居然打电话过来给我，我就很惊讶的说，哇，我们有连结，那就是刚才我听到的就是说主体跟客体，它在连结的时候，它的那个互动是天界那种。运作的是我们人，除非你的能量很高，就像本尊他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就是智慧。那如果我们的能量只有这样的运作的时候，只是知道说哦是这样，我想要干嘛，然后怎么样展现这，所以我只是突然想到，本尊有讲主体跟客体，希望那个。阿瑶再帮我们更清楚的分享主体跟客，因为我涉猎的不多，因为我才来2个月至3个月，所以我还不太清楚。但是我听懂了本尊讲的这一句话，谢谢。好，谢谢。那个我在讲，那个谢谢这位同道的分享。那个有时候会这样子，有时候想到某个人，那打电话过来。那本尊在意识流里面讲的主体跟客体，应该要讲精确一点，并不是客体是比较次一等哦。所谓的主体是指在我们的主观来讲，我们看自己是外界的大日它是客体，就是意思就是它不是它是外来的啦，所以有一个主客。那到最后它有一个不分，它就是说没有分所谓的。没有分主跟客，那就达到合一。那你刚刚讲那种状况都有可能，有时候这种状况你都感恩法身。有时候法身有一个特色，法性在表达的时候，它于大不忠，于小不疑。有时候它让你去注意到说，我怎么才刚想到这个人，这个人就打电话来。那这个时候他想表达什么？有时候我们一开始不理解，但是我们都感恩就好了，因为它就是让你知道它有功能，或者是再浅白一点，它就是让你知道它存在。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很值得感恩了，因为你的法性在让你知道它存在。我简单跟各位讲一个很特别刚好今天李云跟那个邱元香同道都在。那前几个礼拜我在台北然后刚好一位新同道，他就坐在我前面，然后他就说他才刚来2-3个礼拜，然后就希望就是陪他聊，陪他带动我就简单这样讲，然后就好像带动了什么黄色小鸭，然后他就有看到什么，他就说他看得很清楚，然后突然。我就讲了一句说，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一条蛇盘着这样子然后旁边有一个戴帽子那种像印度人在吹笛子，然后那个蛇就随着那个譬如说我现在讲，同道应该可以就一个戴帽子的那种像，然后在吹笛子，然后那个蛇就随着那个笛子的声音就这样子立起来，然后他就说他看得不是很清楚，然后那个人反而跟我说他看得不是很清楚，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那结果后面几排的一个新同道，他就举手，他就说：“我刚好在想这件事情所以你刚好，结果你就说出来了，就是，然后我就说还好你承认不然我都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这个就很神奇。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这个在表达的说不是我厉害，而是这个在表达就是，怎么会刚好有这种念头去讲这件事情？第一个，我也没有在看这个画面，我对这个镜像本身没有概念，但是我只是刚好讲说，奇怪就是讲了这个就顺口讲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的生活经验里面的东西，至少这一点我很确定。那结果就讲结果这个人说没有是后面的一个新同道，是真的也是新同道，也是大概第1次、第2次跟我见面而已。然后他举手说，其实是我想的，结果前面的人却讲出来。可是这件事情对在场的所有同道来讲，都是一个振奋跟鼓励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并不是说在场带动的厉害，而是当你体会到那一句话通诸法性达众生相，反过来就达众生相通诸法性，而是我们的法性就像这个天空一样，这片天空，你会觉得这片天空是你的天空，你显发了，你也觉得这片天空是你的天空。可是其实基本上天空大家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讲法性就是虚空性？
通达了法性之后，就是众生相，其实有时候它是一体的，只是怕说是加人的想法分别，或者是加一些我相跟人的是非，或者是有些人不小心自大了做判断，或者是为了要表达自己很厉害，都会产生误差。不然基本上有时候就会像你这样的，你刚想到对方就要打给你，说不定对方念头想要打电话给你，你的法身先感知到，然后让你注意到说，我怎么突然想这个？然后他打过来，其实是要让当事人知道说，我还有法，我还有本体，我里面还有这个功能在，所以他还是那句话，达众生相，通诸法性啊，这不是说，所以这个才会证明说不是人厉害，因为譬如说我在讲的，譬如说我帮忙要带动那位同道所讲的东西，那个东西就不是我的生活经验，但是我自己清楚知道，我不想讲那个，不是没有特别想讲那个，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就讲说，冒出来的东西，注意到就是保持一个敏感度，你会去注意到之后他表达，不要加自己的想法，你注意到有这个东西，那事后马上就会有答案。那有时候天部的语言会让你知道说它存在，不是人厉害，也就是说。你今天说，我想到他，然后人家打电话来，那也是那个法性厉害啊，也不是人的功能，对吧？所以，我记得上次有讲过一个例子，高雄有一位同道 ，A 是 B，就是 A 介绍 B 进来，那他们两个都是高雄很有心的志工。那有一天 ，A 这位先生他的腰可能有点不舒服，那他就是在家休息，然后 B。这位同道，他就晚上洗澡的时候，他想说，那我应该想一个五色珠，就是晚上洗澡，大概那我想一个五色珠给他好了，看他能不能好。结果隔天他们两个来到高雄分会相遇，他就说，好奇怪哦，我经过我昨天之后啊，我发现我的腰痛真的好了50%以上。然后他们两个就讲给我听，然后就跟我讲我就跟他说，好，那。你们要问我的看法，我要讲还是法性的功能，因为不是在吐槽，也不是在分别，而是说在你们的观念，我就问其他同道，所以说 A 跟 B 两个也在场，还有其他同道在场，我说你们的感觉是 A 厉害还是 B 厉害 ？A 发出去 B 收得到，是发出去的那个厉害，是 B 收得到的厉害。后来其实不是 A 也不是 B， 是光的功能，就是本身不是有讲一句话吗？是你熬泡茶，是这个熬泡茶，还是另外一个熬泡茶结果是茶本身的茶好嘛？所以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主题掌握住，比较不容易落入人相。因为落入人相会产生什么结果？假设今天觉得 B 厉害，大家以后就会讲，我哪里不舒服？你记得帮我放个光什么？有时候主题会偏掉，认知也会产生误差。那有时候都不一定，就是我的意思是不是在于说把人家的功能抹煞，而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肯定，但是功能都在法身，都是还是那句话，达众生相通诸法性，立安内修的其实都是共用这个法性在作用的，是光的功能，就好像不是说谁茶真的很，大家譬如说好，你可能会泡茶，你可能比赛到达95分，另外一个96分落差不大，可是茶叶决定很大，是这个本身才用这个比喻，所以注意到这些功能，到时候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亲友会莫名其妙吐槽的你这么厉害，不然帮我看什么？不然今天晚上6颗球给6个号码，这种事情尽量建议不要做，不然绝对输个痛口，真的，因为这种加了我们的意识进去，就会产生分歧，就会产生误差，所以通常那种没想到的自然来的，有时候那种都很准，而且他在表达只有一个现象语言，就是他让你知道它存在，法性真的存在我们就是感恩这样就好，在上面做解读就变成凿于相，我用这个相再来说故事就变凿于相我们离相，我们知道就是破相显性不是说故意要破它，而是我们注意到这个见诸相非相，我们要看后面的如来我们是要看后面是你的真如流露出来，这些种种的变化都是你的真如表达你说他厉害跟什么那个都是会不小心落入人部，然后有时候也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我只害了别人，会让别人也误解我真的这么厉害吗？好了，有时候就害了人家不知道。好我先回答到这里。好来，好。
那现在在线上的有看到月儿同道如来，有没有要赞誉提问的？请开麦哦。哦，谢谢。哇，大家这么关心我，这块意识流这一块哈，其实，本尊在出这一集意识流，对，要跟大家问好，不好意思，看本尊啊，同道大家好。那本尊在这一集意识流出来的时候，我很震撼哦，真的很震撼，因为我真的很高兴就对了。那我记得在12月30号那时候那一场，我有跟本尊赞誉到意识流这一块。那意识流那一块就是大道之行，我是彭博士，就是本尊在带动彭博士的那一块，然后桌角，我这一块我就非常喜欢。那瞬间那天晚上我看到了这个 DVD 完了以后，晚上我就开始模拟，我就躺在床上就在想，我刚开始我不知道本尊说这个走，本尊没有告诉我们，所以他完全是要让我们自己去体证的。那我就用明点出来，因为我曾经摄受到这颗明点，所以我就用明点去走这个意识流。那走意识流的时候，我走边边角角的时候，真的它有光出来。尤其最近我在看意识流完以后，那我现在在走这个意识流的时候，它真的会有光出来的，光会展现出来。然后就在走的时候，最后再走到身体的每个部位这样走上来，最后是额头出去是放光的。那时候我很惊恐，本身没有讲到这个啊，那我都一直不敢讲。后来到有一天同道听我在台上赞誉，他就跟我讲，叶你讲的东西你没有讲清楚。我说我为什么要讲清楚？同道都不问啊，那我讲了人家会怀疑我啊，怎么会这样？那我这个要跟本尊赞誉。后来我在12月30号我跟本尊赞誉的时候，我赞誉到这一块的时候，他结果在走的时候，我如果说走到喉咙，我的视觉是看到后面去的，看到整个通道，那我真的很感恩哦。就是说最后他这样出来，我是在跟本尊赞誉说我这个过程，还有就是在那个超越及解脱这一集，超越及解脱有一个后打这个通道，本身在带动他意识流，就是吹气进入到他身体在转的时候，最后出来的时候，我看到我的这个额头这个地方是成一个这样一个光圈，这样转以后，最后到晚上我就把这个再想出来，也不是想，我就是让感恩以后，所以我就看到我自己的额头就这样放光出去。那额头放光出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法界并不是出去的真的光就出来，就是那些法界的那些所有的那些神兽啊，我没有看过的这个很大的那个神兽。那当时本尊也没有回答我就想了奇怪，而且放光两次哦，就这样出去，然后我就说得光照见，我竟然会讲得光照见，我也不知道，那我就顺法性就2次都得光照见，他就真的不见了，我就觉得很神奇啊，真的很神奇，说哇，原来这个就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啦哈，我就是只有感恩而已，我也没有去把它做什么想，但是最后是我进入到在大日里面，我跟本身战役完以后，我才知道说啊，原来我是在大日里面，我竟然并不清楚。那其实是透过战役以后我才知道。那本身当时他没有回答我，所以我就是也沉淀了很久，说到底我这个是怎样，所以我也后来也是把它放下，我就一切感恩本尊，感谢法身哦。那我觉得很棒，就是说最近的体会这个意识流。那这一次的地震哦，我想扯到这个离开意识流一下。这次的地震，那天的地震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就看到我整个身体是举身放光出来，我这很震撼，就是我怎么会看到哇这么震撼的举身放光？我还是感恩。可是我起床以后，我竟然不好意思，我起床以后突然间心是慌的以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我心很慌，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突然间我就一直咳嗽，我咳了大概有20分钟，我没有感冒，他就一直咳。可是我看到我咳的时候，全部都是光出去。那我说实在，我这一块我是迷迷糊糊啦。那我就是感恩的，我也不知道。结果地震的那个当下，我震动，地震哦，外在地震，我肉身整个是里面都在咚咚咚咚咚咚，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才好。后来这个大地震停了以后，我就感恩本身，感谢法身。我说跟大光体本身报告，然后跟法身说停了。
就真的停了，就真的停了。可是它地震又开始了，那有余震又开始，我身体又开始震动，所以这种现象连续2天是很大。然后后来有陆陆续续到礼拜一，我才整个身体是好的，因为它的余震很多，我身体都会震动。那因为我没有人可以问，后来有一个同道，我就请教一个很资深的同道，他就跟我讲：“那是真的，那是心地震动哦。”我说：“哈。”然后后来我就对不起啊，我就去请教我的法身，我就感恩本身，感谢法身。然后我请教法身说：“到底我这次的地震，我身体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当下整个法界，整个天崩地裂，当下都很震撼。哇，怎么那么整个天崩地裂？我说哇，怎么这样子？怎么这样？我就一直在看法身就视线这样，我就真的很感动。然后法身已经视线这个现象，可能就是跟这个宇宙是，我常常形容我是一个小宇宙这样，整个连线这样。我觉得哇，怎么这样子？我就感恩本真。我山崩地裂，整个我看到整个是山崩地裂的，那个景象我真的很感恩本真。然后到隔天，我就请教法师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法师又示现一个，马上就现给我一看，一个光这样过来，然后投下去，我当下就明白过去了。这个已经后来我就真的好了，我就真的整个身体好了6天，真的很感恩本真。那我想请教阿瑶，这个是请阿瑶给我解释，不好意思啊，感恩本真，我分享到这里，感恩本真，没有了。谢谢月娥如来的分享啊。好，那我们再请2位长者来跟我们回应，感恩。那个我先分享我对意识流的认知。所以意识会流通是你的本体显化，那本体无形无相，但是它会用声光影节形，声光影节相呈现所看到的那个，就是你的意识已经接到法性，所以你可以看到夕阳、彩霞，普通我们看的云彩就是白色的云，然后傍晚可能会有红色的，但是它会变成各种颜色，很漂亮的法界色，然后沙滩出现，然后你看到你自己在那边接受。刚阿瑶在介绍，就是感知接受，就是说，好像你就像你的肉身当场在那边，那个海风吹过来，那个夕阳的那个余热是不一样的，然后很舒服，你可以把它变成你最舒服的状态，你就在沙滩上行走。甚至你可以变现你的偶像、你的伴侣又出现陪伴你，可以在这个沙滩可以看到夕阳，这个就你的法性已经觉醒了。那你能看到，就跟你的意识，随着你的意识它变现，它这个就是我们最初步的在讲6相，就是这边还不用用到显微光。所有在人部的，在地球范围内，其实都还不用显微光。那显微光怎么用？无用而用。它怎么用？就是说，你现在看到长城，你看到整个长城出来，你可以回几百年前，就是还没有建长城之前，然后长城的新建状态，然后过了几百年，每一个阶段它的风景又不一样，春夏秋冬全部明了。这个就是你进入显微光的时候，我们在讲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所以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就是无古今。本身讲无古今，你进入显微光，你可以去体会无古今。它从最原始的混沌状态，我常在介绍一部片子，他演的就是你可以回100年前、200年前，然后回到宇宙最原始的。当时为什么他可以这样？你不清楚，你后来进入显微光，你可以去体会，哇，原来他们在讲的，就是因为有这个法宝，也是释迦佛他体会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现在所在的，在这100年之间好了，你所看到的就是这样，所接受到的就是这样，有时候是田，然后变成盖房子，变成怎样，这是你看到的。但是它跟以前不是你经历的。
这个就显微光的功能展现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会给你明了，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丰富不是只有我们现在所享有的，它是很长远很长远。这整个历史就好像活动的一部片子来讲，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在讲这个意识流，本身是把我们带动到更深层的，就是说进入显微光，或是你利用显微光去看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东西，都完全不一样。同道再一出来，哇，广度不一样，深度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所看到的都只是一点，它是可以延续几千年、几万年，回去每一个点你都清清楚楚。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奥妙。我们现在认知都还有一点但是一点它延续下去，它这样展现的时候，我们就变成连续性的生命。甚至本身说，你的前世你都可以连接上，改变你生命的模式，改变生命的方向。这个是我对这个意识流，就是说从一个点，从我们这个肉身的认知，然后透过法性的连结以后，进入本尊现在所示的显微光，你可以进入你可以到达遥远的时间跟空间里面，不是只有现在在讲的几个点，它是很广大很广大。所以那个释迦佛所体会宇宙人生，它的广度是随着我们的认知慢慢去了解它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本尊要我们去了解表达的又是什么。所以说能随缘就能顺势，所以顺势就是随缘。随缘是什么？世间缘。这个世间的这个缘起，你都能随顺的时候，就变成真如，它缘起来。所以我们在看实相，在探讨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它呈现出来，你才会知道说，原来它的真实意义。眼前山河大地，我们常演的，刚开始就是物质界的山河大地很漂亮，你都很震撼了，色彩亮丽，那个整个布置就是人间仙境。但是后来你法性所带动你进入的时候，它变成七宝的时候，你真的你那个嘴巴张得很大，不晓得怎么跟人家讲。人家说怎么会变成七宝？所以回归到真正的就是自证、自觉、自悟、自明、自得、自用，到最后有同道有相同状况的时候，你有这个过程，你都可以告诉他，它是自然而然，华而自然。它就是这样，我们生命的丰富，我们不了解，因为法性它的时间空间太广大，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互相来探讨。所以我一直在体会，越体会感觉自己越渺小，所知越来越少，都是一点点一点点。所以我们知道说法性它的广大。然后本尊所体会的广大，要给我们分享。我们第一个就去肯定他，同道讲的你都可以，绝对不要去否定，就是说好像天方夜谭，或是人家在讲说你们讲那个都是他看不到，他绝对没办法去接收到。本尊以前常讲的，你不相信有分身，你不可能会有分身。就是说我们法性的功能太广大太广大，用嘴巴来表达，真的只有能表达其中一点点而已。而各位所听到的，以本尊的碟片为主。很多人说怎么守住本体，很多同道在问我怎么守住本体。其实看碟片，认真的、详细的去看，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法财法宝，从里面真的就是赚你的法财。然后你赚的很多的时候，真的你花都花不完，因为你可以享受在其中，享用不尽。所以这个古书上所写的起之不竭，用之不尽，在讲的就是你的法性展现出来的时候，你就是最富有的人。这小小的认知也提供给大家。
刚月娥的真正问题，真的我没办法听清楚，就是说他所要问的到底要怎么跟他解答？就是说回归每一个人的法性跟光接触以后，他就是一步一步展现。那本尊讲的，你到最后你自然而然你都知道。所谓自然而然都知道，就是你锁住你的本体了，一切你就随着它的事流行，然后去享用，然后去享有，知道说你已经得到永恒生命，它的架构就是这样。好，简单跟大家分享，给大家参考。谢谢。谢谢顾问。对啊，刚刚顾问讲的。就是基本上我也是想讲类似的，只是月娥同道的问题，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针对哪一方面，但是我讲一个比较现实面的假设我像月娥同道这样境界很好，但是身体常常不舒服，大概会常常想要问为什么吧，大概要问的大概是这个吧。那其实有时候道啊，有时候很难讲，大家既然都认识我，也都认识我的爸爸妈妈。就本尊常常以前也有讲过一句，就有些人他遇到光之后，他的身体状况、他的身心状况，癌症都可能好啊。有些人连感冒都可能不会好。那这个就是在表达说，这个天部的流行，它有它的天部的运作的语言，它不是我们用人的逻辑去想的。因为我像财叔啊，或者万提叔，或者是顾问这些，还有你们这种30几年的，我们一定看过很多同道。有些人真的很羡慕别人有如来明妃啊，有些人是羡慕别人病好，有些人他不羡慕如来明妃，他羡慕人家病好。有些人是就是有些是互相羡慕，我如果像你这样病好了就好了，或者什么，或者可是有些人他觉得说是肉身不见得重要，就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但是为什么展现那样？有些人展现这样，有些人展现不一样。但是以天部的角度来讲，就假设。今天本尊在看人类好了，他认为每个人顶多都活熊没甲霸基嘛，好120岁。但是重点是法身有圆光的实体法身，才是这一个人最就近的救赎。所以本尊选择给我们的永远都是这一个，一直以来都没变过。只是早期我们的认知，本尊讲不到圆光，圆光是。阿财叔知道，一直到新加坡才开始提到有圆光嘛。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本尊说他在那个饭店的会议室的茶桌，突然看到一个大日，然后大家包团来访道见本尊，然后本尊本来想说他再也不回台湾了，所以就把这个光就给大家，让同道回去自己摄受。但是有了圆光，大家所知量不够，也程度不够。有没有留住不晓得，当然本尊说是绝对都不会消失，可是用不到就跟没有就等于是画上等号。我说以在生的人来说，有时候说不定往生的圆光产生功能，你没有五观意识，就跟着这个圆光，它就带给你智慧。那所以在人部这些体会，譬如说我们遇到地震，本尊有讲啊，说你看人部还是有这样啊，有瘟疫，譬如说之前的疫情，那疫情也许有些同道会觉得说，我已经境界这么好了，我怎么还会确诊？我们也有同道的家人是确诊往生的，也有。那这种我们很难用人的理解去解释啊。譬如说有些人说我的境界这么好，我怎么还要找工作嘞？我的境界这么好，我的长官也不还要训我，还看不起我，或者就有时候这很难去用这个天部的这个。法性所表达的这个价值啊，跟我们人部的价值观有时候它很难，很难互通啊，很难说，你要尊重我一点啊，我有6项我有6项人家不会理你啊。然后你不小心闯了红灯，你不能跟警察说我有6项啊，你闯红灯还是照样罚单啊。所以所有的你就算你有6项，你的本体显发很好，你要乖乖停红灯啊，不然到时候万一出了车祸，你要怪。自己的法身嘛，你要怪光没有保佑你嘛？我赶时间也不帮我避一下这个就会变成都是人的想法。所以面对所有种种人部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一定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子？很多事情说譬如说遇到地震，我们当时在高雄，我知道高雄相对于北部已经微小一点，可是在高雄那天也真的摇得有够大力啊！我听高雄的
同道来讲，他们有讲说，他们一到了高雄分会，因为早上7、8点嘛，9点多开门，哇，那个整个墙就是石墙的部分真的是裂了一痕很深。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觉得说人真的很脆弱，生命很脆弱。那本尊给我们一个最踏实的是实体法身，可是，在我们人部的价值观在看，我们要马上那叫什么？感同身受，觉得说我已经有法身，有一个永恒生命，是无比的重要。这个真的很看人，我必须要讲，不是说没有人做得到，或者说每个人都做得到。就是持平来说，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我们还是会觉得挫折啊，这很正常。那只是说有认知的会去注意到说啊，没关系，今天我就算没有法身，我还是会遭遇这些事情。可是。我今天有了法身，这些事情本来就是你遭遇，只是有一个保障，就是老子说的无患有身。但是你到最后，你像维摩诘一样，你有一个当乐法身，明智者肉身，明智者他不依赖这个肉身，明智者他依赖的是法身，他认为我有法身就好。那肉身的好坏，以长远来看。我也相信，不是每个人真的能够看得那么开。我们也当然是希望能够过得舒服，吃得好，然后家人都健康，不要有什么变故。这当然是每个人的希望。但是，你不管有没有法身，变故都还是会慢慢来临啊。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会变啊。那就是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在改变，但唯独我们有了法身这个东西，给有认知的去依靠，那去。分享到它的功能，分享到它的永恒体性，分享到它的光明的能量，去把我们内心那些外在所干扰的那些黑暗面，或者是比较负面的能量，因为你内心光明，它就自然消失。我只能这样讲，因为所有东西有时候那给不了一个答案。我还是那句话，本尊就有解释过，有些人癌症真的都会好，有些人感冒也好不了，这真的没有办法用概念去讲。有些人说你既然这么厉害，信本尊的这么厉害，那为什么？你的谁怎么样了？为什么那个谁不会让他好？为什么没有让我有钱？为什么没有那个？这不是用这样子来评论的，看的是看永恒啊！我只能先这样回答我还给主持人。非常谢谢两位如来长者如来两位呢这么精辟的解说跟分享。那紧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欢迎刘美君同道如来提问。谢谢大家好。刚才您提到圆光嘛，哈，那也有提到说不会用等于没有。那曾经有同道他就问说，那圆光要怎么用？这个部分能不能请说明一下？谢谢。这个问题有人问过本尊很多次，就是本尊被问过很多次，圆光要怎么用？那我相信大概他也是帮。同道问说这个是一个大哉问所以大哉问就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那圆光怎么用？那有一天本尊就回答说，在那个时候网军就带动开始有妙智光，当你有了妙智光之后，你就知道怎么用。然后好了，开始有同道摄受到妙智光，他就问本尊，请问本尊妙智光怎么用？那这个就会变成一个死胡同。我要讲的意思并不是我不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在表达道的时候，因为所谓的用，必须要体会到一个程度之后，就会真的察觉，圆光也好，或我们的法身也好，它本身真的比我们的智慧还高，它比我们的智慧、比我们的功能还高很多。它不像说，我知道怎么使用麦克风，我知道怎么使用茶壶泡茶，它是我们的工具，我们借由这个工具，我们来产生一些作用，来或者是像我有下属，我有职员，我怎么样用人为才，怎么样待人待心，我怎么样用他们。可是，在表达这些天部的法宝，包含圆光也好，不是说怎么去用它，而是它产生功能的时候，你去注意到它产生功能的时候，它会表达出一些轨迹，就是生光影觉醒。只要法性在产生，本尊在 DVD 里面讲到，当那个法性它产生张力的时候，实相产生就会变成实相。就是它动起来，它就会有声光影觉醒那有敏感度的人会去注意到，会去察觉到，它在动了。那它在动了，那我们就静观，能够 follow 得上。所以你能够 follow 得到它，你能够跟得上它的语言，那你就叫做用得到。如果你跟不上，或者是不知不觉，
那就是用不到，很难说什么我要怎么去用它。我曾经也有听过说本尊有一次在介绍这本书，然后介绍说第3颗珠或者讲第5颗珠，然后他就说本尊介绍出第5颗珠，然后我就用第5颗珠来请他来帮我教训小孩子，不要吵，不要闹什么什么。可是那是他个人的观念的，当然你没有办法跟他讲说他这样子是他个人想法。可是所谓的用，在等真的体会到那个，你会发现说那个天部的智慧不是我们人用人的概念去命令他去指使他，而是他动起来的时候，你有注意到，就好像刚刚那位同道讲啊，他有注意到说，怎么想到那个人，然后那个人就拨电话，他马上注意到，哎呦，我里面有功能，这样子就是有用到里面的功能啊。或者是我刚刚提的那个例子，我莫名其妙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讲要带动一团蛇，有印度人在吹笛子，那这个人又说他看不清楚，我也觉得很奇怪，照理说他也应该要看清楚啊，就莫名的现象语言，坐前面的人他就说他看不清楚，说前面带动小鸭清楚这个就不清楚后面的他自己承认了，真的那个李云跟邱元香同道都有在那天在场，后面一个新同道承认说那个是刚好我在想这个时候就是很难说那他到底在表达什么？有时候我们很难去理解，不是在拆解他的语言，他跟我们在看譬如说我们今天拿到生物，拿到东西，我们把它做分析、分类、拆解、纯化，然后来一个一个来讲说，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什么。但是光的语言不太像这样运作，它本身真的很高智慧。那通常是人跟不上。那你说要用得到，是指它展现出来给你用。它展现出来，譬如说，上一次我去台中，然后最后他们很客气说请我说阿瑶帮忙推一下书，就这样推过去之前台中王主任他就被定住了，他就莫名其妙说他被定住了，那我就说你自己试着解开看看，结果他就说他完全解不开，就是这样定住。然后我就想起来以前本尊小时候在跟我讲说，有时候那个定身法。在带动那一个人定身法，有一天你就会，可是不是你去定人家是突然人家在你面前告诉你他被定住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自告奋勇不然你解看。有时候那个天部语言就是这样子，所以人不是故意被动，而是因为他先动我们跟得上才能够顺势，然后跟得上才叫做用得到所以那一天就这样带就反而就解开了对我来讲，我就是感恩。那这样想表达什么？阿瑶很厉害吗？可是我想想不太是是他自己被定住的我只是推书可是对我来讲，都在表达光无所不在，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现象语言。我刚刚不是有回答同道在讲吗？他主要的目的展现都是在表达它存在，不是在说所以应该就好像有一次我不知道去哪里，那个当然不是我们同道然后。他们在那边讲话，我听他们在讲看到一个车祸现场，然后马上说三孔，不是在抢三孔，看到车祸现场也可以画成名牌这样子这样就变成我的意思就是你着于相，就是不要着于相，就是他表达什么我们都感恩就好。有一天自然知道，有时候会当下就知道，有时候他不表达任何意思。天部的语言其实是很有智慧，他如果要让你知道什么，你一定秒懂，绝对不会说。我可能要参，或者是像刚刚月有讲说他在去问资深的，其实也在我可能我个人认为，我觉得他也够资深了，也不一定要问多资深的，反正就是自己去自证自悟，就是该自然知道就知道你不知道有不知道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修养吧，就是你能够维持一个不知道的心，但是静观把本尊的话听进去，有时候这对很多人来讲不容易但是。这也是一种领受一切缘起。本尊猛家在冲上，有时候本尊就回一句：“你猛家在冲上，问回我这样子。”我就好，感恩对事实好，请说。我刚刚听到阿瑶还有顾问的解说，类之一二都听得懂那这个圆光我是顺着那个他讲的圆光要怎么用，其实我不是这样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是圆光是你的实相你的感知，它给你的物质或是光，
你接受到就是你的眼光有在动。我比喻说，我前天我去做复健回来，我到家里12点02分，我坐下来，我女儿打电话给我，那我坐下去的时候，我的视觉就出现一道光。那一道光下来的时候，我就请我女儿说：“你等一下再打给我，我先关掉哦。”我就连续看了这一道光是白到不行，而且是那个白到既会发光，一直闪烁闪烁。那中心点有一个好像钻石它会一直在旋转。我差不多看了20分钟，它可大可小，到最后我请它回归到我的本心。在我的散到我的额头来，那我还是要有一些认知不够，或是说我常常看到我这一个实相是，我以前也跟顾问问过，我只要睁眼闭眼，这个光就很大，就在前面。那就讲说，顾问说的，你的河流、山水、湖泊、树。都很漂亮，都很漂亮。以前我刚看的时候，为什么这一个河流里面都是黑黑的？那我现在体会到，这个河流黑黑的这一个它出来的时候，慢慢下来引下来之后是光，有时候是漩涡光，有时候是金色的，然后出来的时候是昏深的阳光，很漂亮，粉红色的，就这么走出来。我这样子体会差不多2年多，我还没有跟本尊战役过，因为它几乎是每天都存在不同的变化。我躺着睡觉，它还在；我走路的时候，我没有看，比较没有专心的去刻意要去静下来看，就是一个光身的样子，这样子。客厅这样走路，它也是存在但还没有。无实体啦，无实体，所以我意识流无法度导入。我即摆要问阿瑶交庄顾问，就是讲，我是眼球看的眼睛不是他从外面来这样跑的，我是从教我人从目睭看呢，我是安尼呢。那很多现象就是说。那个意识流，比如阿瑶刚讲的是说，睡着了，这种感知是真的是跟你处理以后，就这个意识流就跟着他处理。做梦的时候，那也不是算属于做梦，其实它也是色彩。那我进入的时候，我女儿开车，我3个女儿，后面还有一台车是我老公。我女儿开车就。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我执嘛，就是等于你自己外化内部化的心态会出来。你怎么开那么快？你怎么开在这旁边？停车不停好一点，停在那么山峡，靠着海边，靠着山下，很危险的会掉下去他就不，又给你不出来，又不在很远的地方，又去那个，这是现象但是你的连结就是在那个地方，又在停在路边等后面。他后面还有一个家人的车来，那都是很质感的，而且还想到说，我的包包已经我们旅游3天了，也知道旅游我包包的手机没有拿下来给我，找我大女儿拿给我，这个就是意识流连线吗？哎呀，我这样问你是对不对？这样算意识。还有一个就是我是眼球看的光啊。那意识流连线，就譬如说你现在随便，不是讲随便随时这样子，就是这样连线过去就可以看得到，那就是有连线啊。你譬如说你刚刚说开车好了你把你的意识投入，那是过去的场景嘛。那你现在譬如说以现在为主，你现在你的意识流投入在当时的场景，你就觉得你好像在当时就坐在那个车上，那边开好快。对啊。这样子就是意识流的连线。对啊。对啊。你说用眼睛看，然后都是用眼睛看光。是所有的境界都是用眼睛看吗？是可是我就感觉，
人大家光拢会安尼胖来，阳光拢会胖来，啊，我那拢伫咧面头前。不，那跟别人都无关。那个光本来就无所不在。那刚刚那是美君嘛？他问那个问题，你有替他回答到？因为圆光，你刚刚讲那第一句话重点，有了圆光法身才有圆满。就是功德圆满这个字，大家这个词常常有人听到，佛教的人都常提到功德圆满。你有圆光才称得上功德圆满，所以以前在新加坡签书都是有圆光的。本尊说你有圆光，就会给你签一个圆满法身。为什么？因为要有圆光，这个法身才叫做完整的。所以在光无量寿经里面，不是都说什么都会看到有圆光啊，然后或者是那叫什么华严经里面看到菩萨都圆光映彻，就是这个圆光是法身到达完整的代表。那在华严中，那种华严经在解释法身有好几种。当然我们不是去讲经典，但是能够有圆光，就是真的法身到达完整极致。哪怕你现在不知道它的功能在你身上产生到什么程度，就是所谓你也许用的不极致，用到不完整，但是它本身的功能具足，所以它有一天会自然展现啊。对啊，像刚进来的时候，那很强啊，这个视觉看起来。那个光就这么样大朵，然后分身呢，整个就是在那里面，就是一直变化。啊，我嘛唔知，我嘛干那安尼记得看。什么？你刚刚讲到重点啊，我嘛唔知，然后就领受一切缘起啊，我们就感恩就好，因为能够看到这个，还是那句话，对很多芸众生来讲，能够看到走进一间室内，看到分身，看到很多光，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它就一直存在的啊。对啊，本来就一直存在啊！我今晚问是继续看下去，不要说啊，你我执就每次都要看这个，都不要去想说我正在去我执什么，就顺其自然，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个性啊，而每个人的个性本来就固定的，你不可能说我改个性怎样，只能用自己的认知去注意到说啊，这个时候少加一点五官意识进去看呢，就是习惯成自然，就看。就是这样自然看，对，就是啊，很自然就好了。对啦，我也是自然这样看。对啊，自然之后，它就会表达这些功能啊。道也是依照自然啊，不会才会去道法自然，你就自然给他看啊。它里面我们所展现出来的所有的镜像，譬如说带动什么或看到什么，尤其是同道或主持人一定知道，他所展现出来的跟他的个性都息息相关。对，跟他的对啊，所以这也是很正常，不是说因为参了个性所以不好，而是这本来就含有你的意识在里面，你的这个万法唯心所现啊，心就是指你的这个本质是你的心，这个法性是法性材料是法性啊，对啊，唯心所变，可是唯识所现，对，是跟你的这个。你的认知跟你的想法跟你的所有的个性啊，它所展现出来是跟你的想法息息相关，所以这一点知道就知道啊，我今天看到什么啊，那也是因为你也知道说这个是我看才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问别人有时候不一定精确，就这样。不会问别人，就主要是说这个视觉一直在看，它没有段落了，只是说你有没有很静下来看得更广啊，不如像阿瑶讲的，在大道之行，要有现欧光的时候看得更广度啊。我是今嘛小可爱跟着嘞。啊，对啊，那个是漩涡光的功能，那也不是人能够怎么讲。像这种大光体，它求之不得，又是不求而得，但不是你求来的，所以我们就是尽管把自己体会好。我刚刚讲了。全部那个摄受力来自于这个圆光，对啊，因为圆光它含有这3个或者是4个大光体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所以你注意到这个圆光之后，有时候你在产生功能，你需要刚好又摄受的来，那它就可以产生功能。那而且再来就是，也不要常常给自己变成给自己加压力，说我不要加我的意识就是什么什么，这个都是多想的，都就给他很自然的看。因为起码顾肉体有当时爱顾肉体，因为膝关节不是很好，常常在跑医院做复健，所以我是说趁着今天2位来的话，很恭迎你们欢迎也可以事情请教一下，感恩本尊。你都领受一切缘起啊，在我看来那些不算是问题啊。我不是看不起这个问题，我说这些并不算是问题，是因为你把它设定成问题，所以它形成你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在
同道的看来，它都是道的表达的万象之一。我知道，我知道，相无定向。我知道，我知道这是道的表达万象，但是说我目睭若小甲有一个3分脸，伊就拢出来啊。我就是讲，我定安尼看，我看2年外呢。安尼那安尼咁歹，不会啊，这样很好、啊。真好啊！我是讲，就是想表达一下啦，并不是怎么了，就这样子啦。感恩本尊赞誉啊，赞誉啊。哎，对，好，恭喜恭喜，谢谢了。好，谢谢。那请问一下，现在 QQ 同乐群啊，还有一个问题可以继续吗？好，感恩哦。那个 QQ 同乐群的李俊山同道如来啊，他说：“请问庄总顾问，那个意识流与法身的关系和区别啊？等一下再请2位再跟我们做总结。好，先这个问题，谢谢。意识流就是法身的功能之一。然后刚刚我们谈到眼光怎么用。”那个眼光是代表你已经天人合一，所以天就是你已经法身圆满。但你会想说，你还没有圆满，为什么会有眼光？这来自于意识光，碰到本尊，它可以利用这个光体，直接把法性跟灵魂直接提升，所以才会有这个眼光。那这个眼光本来我们在这30年所探讨的，就从自见其身、对看天时、如来明辉、实相实体化、实相生活化、实相理想化，啊，这总共才叫做法身圆满。这必须你体会完整以后，才会有眼光。那本尊现在是大放光明，直接用大光体的力量，把我们的法性跟灵魂直接提升起来。所以你说它的功能，额头放光、眉心如意珠。所有的境界都在里面，但是它的提升就是你眼光展现的时候，就是它的广大度、清楚度、亮丽度，会超越你之前还没有眼光之前所看的，哦，它直接超越过去。所以眼光怎么用？你所有的境界就是眼光的功能。本来是说我们法身的功能，本来是法性的功能，随着我们的认知，本身到这个时候直接跟我们安眼光，就代表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邪道者最终目的，邪道者最终目的就是要有眼光。所以活菩萨他有眼光，而有的没有，那个是画上去的。比如说那个还不算真的有资格有眼光。所以我们的幸运是大光体的直接提升，把我们的法性跟灵魂直接提升上去。所有我们的意识跟得上跟不上，你跟上的时候就没有问题。所以没有问题就是了解，你知道回归本体，就是你现在提升到天人合一，就是你的法身。所以有眼光以后，本来是实体法身，你才可以有眼光。然后本尊的提升是先给你有眼光，再慢慢去体会。本尊现在所介绍的境界都是眼光的功能。眼光可以有的功能哦，你的意识流广大度，还有生活上的种种，那个就是眼光的功能。而我们要学到眼光的功能，你体会到某个阶段，你会了解这个肉身，你突然间明白了，它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就是我们的环境就是这样。你会去了解这个肉身很无奈，它有因果报应，你身体没照顾好，你身体会有毛病啊！你的就是生活习惯，它会跟这个身体有关系，跟你的作息什么都会跟身体有关系。所以你有适当的运动，正常的生活，健康的饮食，不一定你也会生病。为什么？来自于我们没办法的决定，我们的基因啊都会影响。这个就是肉身它无奈，但是你法身的话，你只要守住它。之前告诉你有一个本体，有一个本心，你守到你能自见其身，自见其身，守到某个阶段，我们有这个机会，本尊放大光明，把我们直接提升，安住眼光。安住眼光以后，
这个功能就是无限，它的广大度跟我们之前的认知就差很多了。所以现在有圆光，第一个，你把所有同道的境界当成你的境界，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这个就是圆光的功能。因为你圆光体会到完整的时候，所有同道在意，你会同步摄受，甚至比那个同道还更广大、更深远。这个是实际的例子，就是说，你有圆光以后，境界真的不一样。只要把很简单的理念，来自于我们碰到光体，我们就守住它，它会流露各种境界，你就回归，这是法性的功能，这是你的本性的功能，你自见其身的功能，不要再去想越多，会实相会越模糊。你守住它，它呈现的越圆满。这个是我的见解，给大家参考。好，谢谢顾问如来的分享啊。然后姚如来要不要再跟我们补充？好，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很美满、很幸福、很充实、很快乐的下午。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来谢谢顾问姚如来、尹小姐。谢谢远从高雄来到北部，然后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飨宴使我们大家呢我们的心灵成长、充实、富足，这一切都感恩本尊。